这一台是全新的 J-Cool J7，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 ，2-wheel drive 的从138,800块起 ，4-wheel drive 的从148,800块起。那它其实就是 Chery Tigor 7 Pro 的一个 Premium 版本。那 Chery Tigor 7 Pro 是123,800块。所以熟悉这个奇瑞品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J-Cool 呢，它的名字由来就是德文的 Jäger， 英文意思就是 Hunter 猎人，再加上英文的 Cool cool， 所以它是一个很酷的 Hunter， 很酷的猎人。大家知道，在中国呢，奇瑞路虎这个 Jaguar Land Rover 集团的合资公司就是 Chery 奇瑞。所以 Chery 有没有把这些 Jaguar Land Rover 的 DNA 引入到这个车子？至少在外观造型上，很多人都会以为这个车子是一个 Jaguar Land Rover 的车型。所以今天这期就简单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这个 J-Cool J7 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 Premium Car， 一个 Premium Brand， 我们就来看一看。所以影片开始之前，我是戴主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我们当然可以长篇大论的去研究为什么 J-Cool J7 看起来比 Chery Tigor 7高级，但高级感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不需要解释太多，不需要阅读的。你一看到第一眼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便宜的车，这是一个贵的车，这是一个豪华车。但差别就是啊，在 Volkswagen 和奥迪、Toyota 跟 Lexus 的情况下，通常同样一个平台、同样一个引擎的车子，它的高级版你要给多，至少是10万块、100千、150千，甚至到200千。可是，在 J-Cool Chery 的情况是，你只需要给多15000块到25000块左右，整个气场、整个线条、整个色都完全的不同。我们讲究的就是一种色，不要管它是什么 brand， 不要管它是什么 CC， 不要管它是什么品牌，就是一种色，一种黑色。这个是 Range Rover Velar， 这个是 J-Cool J7。Velar 的车尾 ，J7 的车尾 ，Range Rover 的车门手把 ，J-Cool 的车门手把。回到车头啊，这个其实是 Daytime Running Light 日间行车灯 ，bumper 左右两边的才是主要的大灯。这个 side profile 真的是非常的像 Land Rover 的 Range Rover。那 J-Cool J7 的轴距是2670个 mm，Tigor 7 2670 mm，Proton X7D 也是2670个 mm。这3款车后面都是 Multi-Link 的多连杆独立悬挂，而不是 Omoda 5 X50 的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再来 Tigor 7用的是18寸轮圈 ，J-Cool J7 就是19寸，同样搭配红色的刹车卡钳。上面有可以承受75公斤的车顶架，拖曳能力1300公斤。那重点就是呢 ，Tigor 7 Pro 的离地间隙是175个 mm，J-Cool J7 就是200个 mm， 而且它具备了600 mm 的 Water Wading Depth 涉水深度，所以不只是后面有多一个驱动轴，就是有4轮驱动。它在车身设计方面，前面跟后面都是更加适合 off-road、更加适合越野的一台车子，也符合了它这种小 Jaguar Land Rover 的感觉啦。整个车子是走的是比较 boxy 的方盒子造型，然后在中国这个车子其实也就是奇瑞探索06。引擎盖这边提供2支 gas lift，2-wheel drive 跟 all-wheel drive 用的都是 1.6 turbo 的4气缸引擎。7DCT 变速箱197 PS 290 Nm 跟 Tigor 7一样。油箱大小 all-wheel drive 57公升 2-wheel drive 51公升。官方油耗 2-wheel drive 的1个 liter 14.2公里 all-wheel drive 的1个 liter 12.9公里。我自己实测在市区行驶 all-wheel drive 1个 liter 大概 10.9公里左右。$1 million question: What makes a premium car premium? Daihatsu 跟 Toyota 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Toyota 跟 Lexus 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Volkswagen 跟奥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Porsche 跟 Bentley 之间的差别又是什么？那在传统车企的定义里面呢，通常越便宜的车就越多 hard plastic， 萤幕就越小，像素就越不清、越低清。
可是，在 Cherry 的情况下就有一点奇怪，就是有一点怎么样特殊，因为我们看 Cherry Tiggo 7啊，它里面用的质感、荧幕的像素等等，都已经比同级的日系 SUV 好料很多，至少我不会觉得很廉价的感觉。所以 Cherry Tiggo 7已经可以给到这么足的料，那 J Cool J7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大，更大。多少才叫大？永远都不嫌大。像这一块就是14.8寸的 Portrait Screen 直列式荧幕，如果便宜1万块的 Two Wheel Drive 就是13.2寸，稍微小一点。然后这一块荧幕基本上就主宰了车子的所有系统。almost like Tesla 这样子啦，所以它不会有什么快捷键等等，冷气都是透过荧幕里面去调整啊。另外，就如其他的Cherry Omoda 的车型这样子，这边给你一个电子显示屏电子仪表板，然后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方向盘这个按钮也跟 Omoda E5几乎是一样的东西。然后排档杆这边的设计就比较别出心意啦，就是特别理在的好像很有机械感这样子。50瓦的 Air-Cooled Wireless Charger， 8个 speakers 的 Sony 音响系统。Cherry 也有 Sony 了，不是说 J Cool 就给你 Sony，Cherry 就给你杂不啷的音响，没有。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我玩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够大就给它更大，然后整个中控台的设计走的就是越野风，因为它主打的还是 Premium Off-Road SUV， 然后整个座椅电动调整。少不了的，然后跟 X70 一样有这个 Boss Switch 的功能，你可以去调整，然后你的 Driving Position 所有车子的东西，因为 I mean for a Tesla owner 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我是驾轻就熟啦，包括你的 Central Locking， 这个 Window Vehicle Lock， 然后 Sunroof 等等 Driving Mode 全部都在里面可以给你去调整，所以整台这个 J Cool J7 我觉得没有东西可以去挑剔的啦，就以这个价钱这个性价比来讲，唯一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再进步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一块电子仪表板，因为它的 layout 设计太过混乱了，我的视线不知道看哪里，我要看我的转速、我的时速，还有这个 navigation 的东西，它怎么讲？它整个就是很凌乱啊。我的视线没有办法集中在这个仪表板，所以最好是看你的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就可以。所以 J Cool J7 从138,800块到148,800块，我可以讲在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上啦，150千里面的 budget 没有一个车厂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一个荧幕，这样大寸这么高清的一个荧幕，这个 J Cool J7 可以说是把这个价位的车子的门槛拉到一个。不是门槛，把这个价位的天花板再顶上去，再顶上去，就是一个全景式的玻璃车顶，540度的全景摄像镜头，还有底盘透视的功能。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你用过的，你没有用过的 J Cool J7 这边都塞进去给你。但是它还是不是 perfect 的啦，在一些东西方面它还是有待加强啦。像我前面讲的 J Cool J7 的车身长度、车身轴距跟 Tiggo 7想一模一样，所以坐在后面，如果你坐过 Tiggo 7，你就明白差不多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车身比较高，离地间隙比较高。I mean 车身其实是比较低的，离地间隙比较高，所以坐在这边头部空间就怎么讲，它就这样子啦。然后有一个全景式的玻璃车顶，冷气出风口，一个 Type A、Type C 的接口，一个armrest 扶手给你放东西。然后这个椅子是60/40分离倾倒功能，这个是 SUV 一定会有的东西。地板这边是非常的好，因为它 almost 是平好的啦。虽然是一个4轮驱动的车型，它并不会因为四驱中间就凸起来就隆上来这样子。不然，我个人还是觉得它少了这个 slider 的功能啊，就是椅子不能够向前滑动，或者是椅背的倾斜程度调一下啊。有了，它有2个倾斜程度，一个是这样子，再下去一个是这样子。But not much different 啦，真的是这样子而已。But OK 啦，至少坐在后面，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比 CR-V 比 CX-5 小太多的车型。小是肯定小，但是它走的就是比较 compact 一点的造型。J Cool J7 的后车厢只有412公升，比 Tiggo 7跟 X70 小。那 Tiggo 7比 J7 更高更宽。如果你经常需要载东西 ，Tiggo 7会更加的方便。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地板底下有一个 full size 的19寸备胎，在这个轴距的 SUV 算是比较少见的。哇，我真的超喜欢这个底盘透视的功能啊，看到吗？因为有时候你在荒郊野外啊，你不确定这个
路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有没有石头，然后有时候我在我家的 car park 太狭窄了，说转的时候看不到，因为很多女性车主可能有时候那个坐姿调的不是很好，看不到。可是这个车子啊，这个540度的底盘透视功能，真的，我都第一次用到这样子的一个 system 是在 Lexus 的 NX350跟后来的 RX。我们讲回它的这个动力啊，它是跟 Chery Tiggo 7 Pro 一样，采用 1.6L TGDI Turbo 引擎搭配 DCT 的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动力数据跟 Tiggo 7 Pro 一样，都是197个 PS 跟290 Nm， 差不多接近200匹的1.6 Turbo 引擎。而且重点是Chery 也好 J-Cool 也好，他们强调这是 4 cylinder 4气缸，不是3气缸的引擎。跟 Tiggo 7相同的轴距、相同的车长、相同的平台、相同的引擎、相同的变速箱，你很难说真的驾起来跟它天差地远，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啦。但值得一提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开的这一台是148千的 All-Wheel Drive 4轮驱动版本，所以我能够进去这个系统里面呢，它有一个叫 Energy Flow 的。Supposedly 这个东西是拿来看 Hybrid 系统或者电动车的那个 Flow， 可是我可以从这边看到我的前后轮的扭矩分配。比如说现在只前轮多少，后轮多少，我现在加速，后轮可以慢慢就 balance 回前轮这样子。它是前轮 100%， 后轮 0%， 还是前轮 80%， 后轮 20%。 高速行驶为了要省油，肯定是以前驱为主，毕竟它是横置引擎，不是那种纵置引擎的后驱平台。所以当然你买到 All-Wheel Drive 的话，它还比 Two-Wheel Drive 多了很多的驾驶模式。Snow mode, Mud mode, Sand mode, Off-road mode, ECO mode.Normal mode. Of course， 这是一个150千以内的车。当你去到 Off-road， 它没有什么 Air Suspension 空气悬挂，主动将车子升高多少 mm， 降低多少 mm， 你拿多300件才来讲这个东西啦。But overall， 它可以利用4驱的系统跟 ESP 的模式去设定，让车子能够去越野。Sport mode。我觉得开起来它肯定比前驱的 Tiggo 7 Pro 好开，因为它的前后轮的扭矩比较 balance， 它不会有那一种torque steer 的情况。因为你看Tiggo 7 Pro Two-Wheel Drive， 你把290 Nm 全部都输它的前轮，变成你在出弯的时候你不敢加大油门，因为车子前面会 spin 啊。但是它驾起来有没有 Premium Car 的感觉，这个就。因为耶酷 Malaysia， 其实我习惯叫它耶酷啦，因为它本来就是耶哥加酷嘛，只是耶 AE 大家就叫它 J。其实耶酷 Malaysia 呢，他们强调这是一个 Premium Off-Road SUV， 但我今天的试驾我比较会着重在 Premium 这一块，而不是 Off-Road 这一块。因为之前他们已经办了一个 Off-Road 的试驾，大家都能够看到它的涉水深度、越野能力。不过我总觉得大部分会要买这个车子的人，他们想要用它的是 Off-Road 的外观造型，他们想要用到的是 Premium Off-Road 的 shape， 多过真的去拿它去竞拔啦。因为你大可以买 Hilux， 你大可以买 Ford Ranger， 你大可以买 Isuzu D-Max， 不需要用到这个车子去下海这样子。所以我就着重在它的 Premium 那方面。我上一次试驾到2台车子相同引擎、相同 output、相同底盘的，就是 Toyota Camry 2.5V 跟 Lexus ES 250，同样是 Dynamic Force 引擎，但差别是这个 Toyota Camry 从200多千起，这个 Lexus ES 要300多千起。2台车子如果 spec by spec 相差了超过10万。当然我每一次介绍 Lexus 我都会讲为什么 Lexus 是 Lexus 到底比 Toyota 厉害什么，它可以卖这么贵，除了它在日本组装， Toyota 在泰国或者在Malaysia组装之外，通常 Lexus 的车型它都会比 Toyota 多了更多的 Aluminium 铝合金部件，像是它用了铝合金的引擎盖、铝合金的车门板等等。不过我昨天用我的磁铁去检查了过后，我发现到这个 J-Cool J7 它并没有铝合金的引擎盖。Come on 啦，我知道150千，我只是要 justify 这个 Premium 这个字到底整个车子它只是外观造型跟Tiggo 7 不同吗？还是它用了这些东西？我知道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要 make sure 它的这个
premium 的 level 到底到什么程度。但是它有一个东西我必须要给它一个很大的掌声，就是它的这个车窗玻璃它是 laminated glass， 它是一个双层玻璃夹层玻璃，就能够大大的降低窗外的风声就 laminated glass 的确能够提升它的 premium 感，那就过滤路面的这些碎震、余震、微震等等，我并没有觉得这个 suspension 比 Chery Tiggo 7 Pro 强很多，没有比 Tiggo 7 Pro premium 很多啦，至少整个加起来它是 multi-link， 它肯定比这个torsion beam 的 Omoda 5这些车型还要来得好，还要来得舒服。但你真的要讲它是一个 premium car 的 ride quality， 它是一个 premium car 的行驶体验吗？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空间我们还是回到最后一分钱一分货，加速 X70 不是你的对手。X50 不是你的对手，没有没有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但是这边有一个加减的东西啦，塞车。总结就是这个 J-Cool J7 的 Premium， 它真的就更多是体现在你看到了的啦，它的车头造型、车尾造型、车侧造型、车身线条，跟车厢里面的 spec 这个超级无敌大的直列式萤幕。我在 BYD 上面看到直列式萤幕它是可以 flip 的啦，可是 when BYD flip 成 portrait 的时候，它是不能够 show Apple CarPlay 的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Ford Ranger Raptor 或者新一代的 New Generation Ranger， 它也是有直列式萤幕，可是我拿进去 Apple CarPlay 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完全 full screen 的。even 你到 Google Map， 它都是大到它大到甚至我需要用这个 shortcut mode 来去看它的这个冷气的面板按钮是有一个 shortcut key， 你可以按下就能够进去调整冷气风扇大小、温度等等。But when 你进去 Apple CarPlay 的时候，它就盖完整个 screen 了，变成它没有 aircon 的这个 shortcut key。我知道你可以用这个东西。Hello. Lower the fan. Okay. 它可以用声控，这中国消费者最喜欢的，什么东西用声控。可是马来西亚有语音、口音跟语言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这么习惯用语音声控去让车子输入一些指令。沥水有没有问题？然后你要所有的这种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自动跟车、车道偏离、车道维持辅助系统等等，它全部都能够给到你。它是一个 premium SUV 吗？In terms of 这个 spec 来讲 ，Lexus 都不够它来了。至少在这个 size 的车，你看这个 Lexus LBX 日本进口238千到268千1.5 L 的 Hybrid， 的那个 spec，OK， 你看回去那支 video 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了。过完200mm 离地间隙，2670mm 轴距的这种，我觉得它还算是小型 SUV 啦。可能你觉得它看起来像中型、大型、中大型 ，But for me， 这个 J-Cool J7 它就是一个小车。加速，真的 4-wheel drive 过弯出弯真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已经买到 J7，差个1万块不要省起来啦，不用省那个1万块了，直接买 all-wheel drive。然后现在J-Cool Malaysia 给你7年或15万公里的 warranty，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喜欢我的影片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Facebook page， 我是戴主义，也记得欢迎加入我的 YouTube 会员。OK，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 看了OK， 看了我要讲幕后花絮了。这应该是我的频道开台以来我收到最多人 request 叫我 review 这个 J-Cool J7 的，超多到我都不会算了。我去我的留言区那边打 J7 几面都翻不完，每一个叫我 review 这个车，从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Shorts 各种管道，我认识的朋友，包括我堂哥都WhatsApp 我跟我讲，我朋友要买，但是你的 video 还没有出，他要看了你的 video 才买。那不是我之前不要 review， 是刚好这么巧，每一次J-Cool做 event， 我都刚好不在 Malaysia， 不然我不在 KL， 或者说我就是不在咯，就是碰不到那个时间。